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月2号。诶老师的下巴有一个面包屑，老师刚刚吃了面包，老师刚刚吃巧克力面包啊，所以刚刚我的下巴有一些面包屑啊。老师现在用手帕把面包屑擦掉，把面包屑抹掉，擦掉。好，那今天是2025年的第2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那么每天我们都来学习中文，坚持是最重要的力量。每天我们都持之以恒，不要放弃，也不要中断，每天花一点时间学习，那么慢慢的你的中文水平就会进步。好，那么今天有点冷，对不对？那再过十几天了啊，再过十几天就要过农历新年了。理查老师非常期待，感觉过年终于到了，会有很多亲戚朋友来老师家里，然后过年的气氛老师也很喜欢哦。好，欢迎大家 ，Hello Robin、Jenny， 还有裴静，欢迎哦，还有很多同学。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好，老师把萤幕换一下啊，画面要调整一下。好，可以了。好，今天老师跑了9799，9799中文要怎么说呢？好，再看一遍9799。好的，9799。好 ，Hello， 宋角来了，欢迎哦。然后月莹问我是不是吃巧克力面包代替晚餐？对，今天老师比较忙，刚刚本来想要吃晚餐，不过想着，哎呀，要直播了，赶快，家里刚好有巧克力面包，吃一吃，我就准备要直播了哦。Hello Refractor， 欢迎。好，Jenny 说9799步，裴静9799步，非常好。还有这个娄山9799步，还有 C 同学9799，慧君9799，月莹9799。好，有一位同学叫 Old Man，Old Man 捐了5美元给我，谢谢 Old Man。Old Man， 你真的很老吗？好，谢谢这位很棒的同学哦，捐钱支持老师，那这个老师很开心哦。那记得大家帮我点赞哦，支持我。那这个每天这个直播课的时候啊，最开心的就是收到大家的捐款。还有，当然跟大家一起学习中文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宋角说：“老师，你要减肥，不要吃巧克力。”对，听说吃面包很容易胖，对不对？不过有时候很赶，没有时间去外面吃，那就只好吃这个巧克力面包了哦。好，有老有少，有老有少吗？OK，Old Man，OK，好，谢谢你啊。好，还有 Hardwin 跟秀珍啊，又老又傻，又老又这个老师真的不会看拼音我查一下好了 ，SHA 3声要怎么念？这个其实呢，老师用的是注音符又老又傻，对不对？又老又傻，你是一个又老又傻的人，应该不是吧？通常啊，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年纪大的人其实他充满了智慧，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哇，家里有年纪大的人好像有一个宝贝一样，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哈。好，那一样再次的谢谢 Old Man， 谢谢你。好，我们来上课吧。然后秀珍说，每一顿饭呢，吃饭就是你3餐哦，饭吃少一点，自然就会瘦了哦，自然就会瘦了哦。对，老师现在米饭吃的比较少一点哦。好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2个词汇：辅助，辅助。第2个词汇，负责人，负责人，辅助，负责人。好，这2个词汇都很常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平常说话的时候，这2个词汇常常会听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个词汇，辅助。辅助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那其实辅助就是帮助的意思，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辅助一个人或辅助一件事情，通常你不是主要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人，你是非主要的角色啊，所以你是帮助的角色。那你并不是处理这件事情的主要的人啊，不是主要角色，是辅助的角色，你是帮助他而已，在旁边帮助他而已啊。好，那另外就是这个词汇听起来也比较正式一点啊，比较正式一点。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这份工作很繁重，我会请人辅助你。好，特别注意，份是工作的量词，这份工作、那份工作、一份工作很繁重。如果有一份工作它很繁重，表示它的 loading 很重，表示呢它可能很复杂，而且工作量很大，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把它完成，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可以说这份工作很繁重。一般来讲，繁重的工作会让你觉得很累，会让你觉得要花好多时间、脑力跟体力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份工作就是很繁重的工作哦。Hello， 乔玛来了，欢迎。好，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你的工作如果很繁重的话，你可能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你的工作。那可能你回到家就很累了，甚至你需要加班才能够完成这份工作。好，那我会请人，好，请人就是要求另外一个人来辅助你，其实是帮助你的意思哦。不过如果我们用辅助，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人啊，他不是主要的角色，他在旁边会协助你啊，所以辅助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汇，它的近义词啊，它的近义词有协助或帮助，这都是它的近义词啊，它的近义词。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学到这个字。其实等一下老师会告诉你，辅助会有一些特殊的搭配啊，这些搭配就只能用辅助这个词啊，所以它常常会有一些搭配，比如说我们说辅助工具啊，这种你就不能够用别的词汇来代替它，辅助的角色啊，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啊，比较常用的一些 collocation 搭配，你就只能用辅助，你不可以用别的字啊。好，辅助跟协助是书面语吗？我觉得不算书面语哦，不算书面语，平常也很常用到啊。协助比帮助还正式一点，但是其实平常也常常用到这些词汇啊。好，那辅助强调的就是我不是主要处理这件事情的人，我是次要的角色，我不是非就是不是，我不是主要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啊，我是次要的。我只是在旁边帮助你而已啊，我是次要的角色啊。好的，协助也有这个意思啊。协助一般的意思就是我是在旁边帮你，我不是主要负责这件事情的人，我只是在旁边帮助你啊。辅助跟协助都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好 ，OK， 那我们来多多的练习一些句子。
医生使用先进好辅助设备诊断来。好，这边有很多很难的词汇哦。先进表示是非常进步的。我们一般用先进这个词汇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用在一些发明或器材上面啊，比如说这个器材很先进，表示呢它的功能很新，很少有人用过这个功能，很新的功能。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先进国家，就是develop country， 先进国家。先进国家一般来讲哦，这样的国家它的科技、经济都特别的好哦，这样的国家叫先进国家。什么样的国家是先进国家呢？一般来讲，像美国、日本、英国哦，这些国家它的科技比较好，它的手机特别好，它的可能天文，它可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啊，它的科技特别的先进啊，先进国家。中国也算是了吧啊，好，对，协助其实我们也常常用哦。我用麦克风当做我教学的辅助工具。好，月莹如果用这个句子的话，他应该说我用麦克风当做我的教学工具啊，我用麦克风当做或作为都可以啊，我的教学工具那就可以啊，辅助工具。我用麦克风作为我的教学辅助工具。好，这边我要说的就是辅助工具基本上是一个很常用的词汇。辅助工具，辅助工具。好，Refractor 说，我觉得这些图片可以很好的辅助记忆，可以哦，可以用帮助也可以啊，帮助记忆，辅助记忆。我觉得如果用记忆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用帮助记忆，这个我们很常用。我觉得这些图片可以很好的帮助记忆，就是让你很容易的记起来啊。先进国家等于发展国家，基本上是的，但是先进国家强调的比较是科技上的进步科技上的进步啊。好 ，OK， 没问题。医生使用先进设备来辅助诊断，好，很棒哦。好，医生使用先进设备，好，先进设备来辅助诊断。好，这里的辅助是当做动词，当做动词。好，先进设备就是这个设备的技术是很好的 ，high technology 的一种设备equipment。进步国家也可以不过先进国家我觉得更强调的是它的科技特别的进步进步国家可能包括了社会福利像我认为北欧的这些国家，我们中文叫它福利国家他们也算是进步的国家develop country 进步国家。当然我们也可以叫它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很多的说法进步的国家一般来说也可以是发展中的国家好，那我觉得先进的国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科技上的进步好，发展中的国家进步不是说错了，已开发国家，我们中文会说已开发国家通常我们会把它归类成进步国家。好，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像东南亚这些国家非洲这些国家，他们还在进步中还在进步中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进步国家是比较像美国、加拿大啦、澳大利亚这些是进步国家已开发国家。最近老师打字越来越奇怪了。好，已开发国家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对了，诊断这个词特别请大家注意诊断这个词呢，可以当做动词，就是医生有时候会用那个听诊器，英文怎么说
医生会挂着一个东西，然后听你的心跳，那个东西中文叫听诊器啊，听诊器。这个词你们可能没有听过，但是要把它学起来。你们有去看医生对不对？医生的脖子上会挂着一个东西，然后会去听你的心跳，听你的身体的器官有没有比较奇怪的声音哦。有人帮我这个英文说出来了，太棒了哦。好，听诊器哦，他会用听诊器听你身体有没有奇怪的声音来诊断。诊断就是去判断你的病情，然后给你一个正确的说明啊，这个叫诊断，就是医生用他的专业知识跟先进的设备或医疗的设备，像听诊器来告诉你你哪里身体哪里不舒服，哪里出了问题啊。好 ，OK， 这个就是诊断。诊断特别用在医生上面、医疗上面的一个词汇啊。好，我们来做下面的题目，不过我们先来学2个常用的搭配，非常常用。第一个叫辅助工具，辅助工具；第二个叫辅助功能，辅助功能。刚刚还有说到一个常用的词汇叫辅助角色。有一些事情我们只是帮忙，我们只是协助，那么我们就是辅助的人，辅助的角色。好，辅助的角色好 ，OK， 那我们来做题目。行动不便的老者需要辅具，辅具日常活动完成来。哇，我觉得这题有点难哦。行动不便就是你可能走路会这样，你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走路，可能你的脚受伤了，或因为年纪大，你的膝盖不方便不舒服，行动不便，走路不像正常人那么顺利啊。行动不便的老者，老者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啊。好，行动不便的老者需要好辅具，就是辅助工具。你们会常常听到辅具这个词，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辅助工具啊。日常活动、日常生活你会做的事情，哪些动作是日常活动呢？刷牙、洗脸、洗澡、散步、看电视、吃饭，这些都是日常活动，你每天会做的事情叫做日常活动。好，完成 complete 来 OK， 好，请问答案。行动不便的老者需要辅具、辅助工具来完成日常活动，非常好。比如说，他可能要洗衣服，他可能要洗碗，这些也是日常活动。那他行动不便，他需要辅助工具。怎么样的辅具呢？他可能需要拐杖，对不对？我觉得辅具包括拐杖或者是这个很多，比如说还有呢很多工具了拐杖或者有人需要坐轮椅，对不对？轮椅也算是一种辅具，对不对？可以帮助你行走比较方便的。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些东西而已，可能还有很多别的物品都是辅具好，行动不便的老者需要辅具来完成日常生活，非常好。好的 ，OK， 没问题不是电子产品不是。拐杖不是电子产品，对不对？辅具一般就是能够帮助你行动更方便的东西，叫辅具。而且特别是针对行动不便的人我们会给他辅具，让他行走更方便，或者做一些日常活动更方便，并不是电子产品好 ，OK， 好，行动不便不便的老者需要辅具来完成日常活动。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片，你就可以知道说，可能你们家里有年纪大的老者就是老年人，他如果要下楼梯，他的行动不便怎么办？他会需要一些东西来辅助他，能够让他自由的下楼梯。所以现在在楼梯上面有人会放一些辅具，比如像这个东西，当然它是电子的，
但是有的辅具它不是电子的，像拐杖它不是辅具，它不是电子辅具，对不对？像轮椅它也不是电子的所以不一定是电子的，可能是可能不是像这个老人他只要坐在这个楼梯的辅具上面，他这个辅具会把他送下楼梯，他不需要用走的，坐着之后这个电子辅具会把他送下楼梯，所以就可以帮助他完成日常的活动好，好的，没问题好的，我们再看下面的题目，功能 function 功能辅助的这辆车包括自动驾驶和卫星定位。哇，今天的词汇都非常的难好，因为今天是 HSK 第5集的课好，包括表示包含有这个项目，包括就是包含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算在内，有这个项目，包括自动 automatic 驾驶。现在有一些车子它可以自动驾驶，就是你不需要人去开车，车会自己跑，它会自己驾驶。自动驾驶是车子自己就可以开了，不需要人操作方向盘。好，那各位同学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wheel，对不对？这个车子有一个东西像轮子一样，对不对？这个叫什么wheel我忘记了英文叫什么我忘了中文叫方向盘开车的时候你们都要用方向盘，对不对方向盘好，那自动驾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用方向盘了，对不对steer OK steer OK driving steer 我也不晓得steer 对方向盘steering wheel steering wheel 好，方向盘这个中文叫方向盘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用方向盘，对不对？那自动驾驶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操作方向盘好，对，涵盖也是包括的意思不过涵盖的意思更多比如说包括地理上的也是涵盖OK， 量是车的 major word， 是的，没有错好，那卫星定位表示你的车子在哪个地方，卫星都可以侦测得到你的位置这个叫卫星定位。你的车子不管去了哪里，卫星都可以侦测到你的方位、你的地点卫星定位也包括有一些车子上面会告诉你，这个地点应该怎么走所以这个都是卫星定位的功能好。这辆车的辅助功能，这辆车的辅助功能一般来讲辅助功能已经是一个专有的词汇了不用加的。这辆车的辅助功能包括自动驾驶和卫星定位 OK 非常好。好，这辆车的辅助功能包括自动驾驶和卫星定位好，非常好 OK 好的，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课很难有一点难对不对不过你会开车的人应该懂我的意思，自动驾驶现在有的车是有这个功能的卫星定位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广告时间 OK 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请大家支持老师。好的，很难很难对不对？非常难，很伤脑筋对不对？好 HSK 第5集的词汇比较难了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比较简单了这个词汇很简单，负责人。负责人就是管理一家公司的人，或管理一家店的人，或者是管理一项计划的人，叫负责人这个词汇就非常简单了因为负责就像中文里面我们会说他是个负责任的人，负责就是 responsibility 方向脚踏车没有方向盘啊，脚踏车没有方向盘，没有方向盘好，那各位同学
如果你是个 responsible person， 我可以说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负责任的人。我也可以说你是个负责的人，也可以啊，负责的人都可以。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首先要学会负责这个词汇，它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它会负责啊，它会负责啊。好，那这个时候负责是当动词。好，这件事情啊，他会负责，他会 like take responsibility 啊，负责可以当动词，所以你可以说这件事我负责 ，I will be responsible, I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job。这件，天哪，好，这件事我会负责。OK，I will be responsible. I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matter. OK， 这件事我会负责。好，那么负责也可以当做形容词，他是个负责的人啊，负责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当做形容词用啊，负责的人。那这个当然在英文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responsible person， 他是个负责的人啊。我们还可以说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好，有责任感的人，这个英文比较像是 he is a man with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啊，他是有责任感的人，其实也是 responsible person 的意思，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OK， 好，所以这些基本词汇请你注意。那有人会问老师说，那老师英文的 responsibility 名词要怎么表达？很重要，责任啊，责任就是个名词。好 ，responsibility 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对不对？这件工作是我的责任 ，responsibility。教大家中文是理查老师的责任啊，所以各位同学，责任就是名词的用法啊，名词的用法。家里的3餐我来负责，很好，非常好。New Year's Eve 一般来讲，我们中文好像没有这个词啦。我们中文会用跨年这个词，但是我们没有特别这个 New Year's Eve 这样的词，没有啊。我们中文现在都是用跨年，跨年这个词。跨年就是等一下，跨年就是12月31号到隔一年的1月1号啊。我们中文会说跨年。老师很有责任感啊，理查老师很有责任感，有责任感是一个形容词哦。好 ，OK， 那负责某项工作或某一个任务的人，好，任务就是 mission 任务。好，陈先生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好简单。好，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非常常用什么什么的负责人。我是这家店的负责人。OK， I'm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is store。我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I'm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is mission。我是这项计划的负责人。I'm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is plan。OK， 所以各位同学，我是什么什么的负责人，这个很常用啊。好。OK，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不用加员哦，负责人很有责任感。好，这顿饭包在我身上没问题。好 ，OK， 这个人达菲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好 ，OK， 有任何问题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有任何问题，请 please 我们负责人的联系。好，在台湾很少说联系啊，在台湾说联络，台湾会说联络啊，在大陆常常用联系啊，在台湾我们常常用联络啊。好，有任何问题请，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啊？不认识啊，我以为你认识他。好 ，OK， 那我觉得这句话呢，常常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打电话的时候会用到啊，或者你跟别人说，哎呀，这件事情不是我负责的。有任何问题请
啊，这项计划不是我负责的，有任何问题请 OK， 这家店这家公司我不是负责人，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怎么样啊？这个在商用中文里常常会说啊。好，请联系我们的负责人。好，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负责人。很好，诶 Tom 你来了欢迎你哦 Tom， 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负责人。好，非常好。所以各位同学，在台湾我们会说有任何问题请联络啊，台湾比较常用联络啊，联络。好 OK 没问题。所以这个在商用中文很常说啊，我不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负责人。好，这项计划不是我负责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负责人。好，在商用中文里常常会说到这句话啊。好的，我们没有了哦。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好，那负责人，各位同学，如果你开一家店，你是老板，那你就可以说，我是这家店的负责人。如果公司有一个计划交给你了，希望你来主导这个计划，你就可以说我是这项计划的负责人。 OK， 好，负责人特别重要啊。好，我的重任是外交部啊，不会这样说。重任一般是比较抽象的，重大的责任。像这个重任一般来讲，我们会是比较书面语的用法啊，指的是重大的责任，重大的责任啊，很少用，一般很少用啊。好 ，OK，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了。有任何问题，请你留言，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老师会回答你们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喜欢老师的直播课，欢迎你每天都来跟我一起学习。明天是我们的聊天课，欢迎大家来跟我一块聊天。晚上9点，明天见，拜拜。